夏天来了，很多人愿意旅游。那么很多人呢，在旅游的地方想买房子。我们今天呢，就来讨论一个非常出名的旅游城市，看一看它这里的房价以及未来房价的走势。那这个城市呢，就是山东威海。很多人呢都知道刘公岛，是甲午战争呢发生的地方。那同样呢，这个地方就在威海。威海呢是一个人居城也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那它这里的房价到底有什么变化？能不能在威海买房子？未来威海的房价走势是什么样的？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首先呢，你要搞清楚威海之前的房价并不是很贵。那大概呢，在2016年之前，这里的房价呢，平均只有3-4千块钱。因为呢，威海属于是一个3线城市这里呢，外来的人口并不多是典型的候鸟城市。夏天人满为患，到了冬天人就很少了。那么威海的房价是从2016年底也就是2017年到2018年这2年开始涨起来的。当时是怎么涨起来的呢？第一个呢，就是受大城市限购限贷的影响。当时呢，全国正在做这个去库存包括呢，当时城市化率大量的发展，威海呢当时也在不断的拆迁。再有一个呢，就是大的开发商出名的开发商开始呢入驻到威海，所以呢，当时威海的房价一夜之间变了天，直接呢翻倍了。以前卖3-4千块钱每平方的房子呢，现在变到了7-8千。以前卖4-5千块钱的呢，直接涨到了1万2、3，甚至更高。新开的楼盘呢，已经达到了2万，甚至呢有个别的楼盘都已经达到了单价3万到4万的样子。那么我们要综合来分析未来威海的一些房价变化。首先，这个城市呢是一个极度老龄化的城市，购买力呢是严重不足的。本地人拥有多套房，剩下的一些交易量主要是靠外地人在支撑。那么外地人在这买房子呢，有2部分第一部分群体呢，就是以养老来这儿买房子的。他们大概呢在旅游的时候就会喜欢上威海，所以呢就会在威海的周边买房子，包括呢我们所说的这个威海市区能够看海的地方，还有呢荣城文登、乳山等地。那这些地方呢，其实气候也可以，很多老人呢是特别喜欢的，尤其是空气比较好。那么另外一部分人是觉得威海有潜力，一方面呢，它离这个韩国是最近的，另外一方面呢，它的海运是比较发达的。总之呢，很多人觉得这里呢有潜力，所以就在这里呢买了房子，等着它升值，或者说呢，等退休以后再来住，先买房子未雨绸缪。但是呢，我们看本地人的房子就很多了。一般的家庭呢，通过拆迁或者说呢老辈儿留下来的房子，那基本上呢就已经有2-3套房子了，根本呢不需要房子。本地人买房呢，大部分都是改善型的，也就是说呢，从老旧小区换到高端小区。所以呢，它这个购买力是严重不足的。但是我们要想一想，这里的房价未来是不足以支撑的，除非你能够吸引人口。因为呢，本身现在威海的房价涨得很高，之前呢在威海买房，房价收入比很低，但是现在房价收入比可能会很高，所以呢，在本地人无法支撑这个房产交易的数额上面，未来这个房价可能会变得有价无市。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威海的产业是比较单一的吸引不了呢这个年轻人留下来发展创业。那威海呢是没有重工业的，它主要打造的就是呢以旅游业为主精致小城市。那么我们看威海的产业呢，比如说我们的鱼竿渔业方面是比较发达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轻工业，比如说医疗方面的加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旅游业。这些行业呢都是没有污染的，重工业呢几乎是没有。那么没有重工业的情况下，基本上这个发展是受到一定影响的。所以呢，你会看到这里的工资呢并不高，但是这里的消费呢又和1线城市没有什么区别。如果呢你常年生活在威海，你就会发现，除了海鲜便宜以外，剩下的一些日用品，包括还有我们消费的东西价格呢都会比较高一些。我们从日常出行的这个买车就能够看得出来，如果你同一款车同样的
排量在这个威海和烟台来买的话，那烟台呢就相对便宜一些，威海就更贵一些。所以呢，你会看到威海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呢老年人居多，年轻人几乎呢都是往外发展。虽然说呢威海有2个比较出名点的大学啊，就是一个呢是这个山东大学威海校区，还有一个呢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呢威海校区。这2个校区呢虽然吸引了大学生来这里就读，但是大概率有很多人在这里毕业以后呢是不会留在本地的，所以这里的年轻人是大量流失的不足以呢支撑这个经济发展，也不足以呢支撑房价的发展。还有第3点呢，就是地理位置比较独特发展呢受限。我们知道呢，威海这个地方在中国的比较靠东端的位置，离韩国很近，同时呢它也是3面环海，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它的这个鱼竿还有呢这个渔业是比较发达的包括荣成外边呢有北方最大的这个渔场，所以说呢这里渔业发达，但同时呢这里的发展是畸形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的财富被少部分人掌握在手中，所以大部分人在这里呢发展是受限的。那么发展受限呢，再加上这个房价近几年涨得比较迅猛，所以说呢就会导致了房价收入比过高很多人在这里呢买不到房子。在16年之前呢，在威海买房子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因为呢有很多老房子特别的便宜假如你没钱呢，你可以去买顶楼的房子，那基本上你能够攒2年的钱就能够付一个首付买一套房子。但是现在那就不一定了，有可能你真的就买不到房子。还有第4点呢，就是小城市的竞争力比较大我说的呢是行业之间的竞争力比较大，而且呢这个威海的这个土地呢沦为了一些大的开发商割韭菜的地方。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呢？我们看到呢威海做什么都是跟风的。以前呢在外卖还没有盛行的时候呢，威海本地其实就有人想到了这么一个方法要做这个外卖同城跑腿儿。当时呢只有一家去做，生意很火，但是不出1个月，紧接着又开了10几家以本土化的这种跑腿公司。所以有人模仿，有人竞争，有人呢来抢你的饭碗，到最后呢外卖来了，这些本土的跑腿公司呢全部消失了。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呢在威海很多地方，就是说一个行业只要能够挣钱，马上就会扎堆的出现。在房价上涨的时候，房产中介门店是满大街的开，如今你可能看不到了，因为现在呢这个房产形势不好。那么满大街还有很多的药店，满大街还有很多的这个饭店还有满大街的这个外卖的小店，只要能够挣钱的都会有人扎破头皮去做。包括我们看到的网约车也一样，极大的占有了出租车的市场。所以说内卷很严重。那么另外呢，从2016年开始大的开发商呢就入驻了这个威海当时威海呢城市化率并不是太高，所以呢想要有发展，于是呢就引进了一些大开发商。大开发商在威海接连拿地，当时呢这些大开发商把他们在1、2线城市建房子也好，或者说一些成熟的体系直接照搬过来应用在威海这个小城市。当然本地的人愿意相信大品牌，直接呢忽略了本土的品牌，买了大开发商的房子，结果到现在出现了各种烂尾，还不好解决。建完房子卖完房子以后拿钱就跑了。实际上当时他们看重的就是3、4线城市的一个价格洼地，但至于房子建设的质量怎么样，以及售后有没有保障，这些根本不关他们的事儿。我相信这些就是大开发商在小城市割韭菜的一个典型案例，但是到最后受苦受难的还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那么分析了这几点，未来的威海房价应该怎么走？我觉得有价无市可能会是常态。在人口没有大量流入的情况下，这里的房子，这里的房价只会昙花一现，或者说虽然每一年有旅游的人来买房子，但是不足以支撑高房价。如果买了就套牢，如果不买的话，可能呢是最好的选择。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